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将俄黑海舰队赶尽杀绝，乌克兰即将获得鱼叉反舰导弹。法国2架阵风战斗机在众目睽睽下相撞，多个部件飞出，差点砸死人。俄军传奇飞行员被击落，被誉为俄版捍卫战士中的汤姆克鲁斯。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将俄黑海舰队赶尽杀绝，乌克兰即将获得鱼叉反舰导弹。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乌克兰就向美国提出引进鱼叉反舰导弹的要求，以便打破俄海军对乌克兰的海上封锁。不过，美国对这个请求却一直拖而不决，就是怕乌克兰用这种武器给俄罗斯造成更大的打击，从而导致局势更加失控。然而，随着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糟糕，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们对此款导弹的援助也松了口。据法新社5月23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艾劳德·奥斯汀宣布，丹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用以对抗俄罗斯海军对敖德萨港的围困。该港口正是乌克兰出口小麦的关键港口。这个决定可以说是让美国和乌克兰皆大欢喜，美国避免了直接得罪俄罗斯，而乌克兰则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武器。奥斯汀宣布称，在第2次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上，有20个国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装备，以对抗俄军，包括火炮、岸防系统、坦克等。这些装备对于乌克兰而言必不可少。在将要提供给乌克兰的装备中，丹麦承诺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系统，这是目前北约国家最先进的反舰系统之一。鱼叉反舰导弹通常部署在战舰上，而在北约国家中，只有丹麦将其改进为可以装备在卡车以及陆基发射架上发射的岸防利器。虽然目前还没有说明援助的鱼叉系统的具体型号，但丹麦沿海反舰导弹部队正在使用的是 RGM-84L4 Block 2型导弹，射程高达250公里，而且升级了波音公司的高级武器控制系统，配备有雷达主动制导加红外成像的复合导引系统，不仅能够精确打击各类水面目标，而且还能够和战斧巡航导弹一样攻击陆地目标。这意味着乌方就会有更多反制俄军的选择。乌克兰海军可以用鱼叉反舰导弹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形成反制，从而打破俄罗斯海军对乌克兰的海上封锁。从该型鱼叉导弹的射程来看，其250公里的打击范围足以让俄国海军远离乌克兰奥德萨沿海，从而解除对乌方港口的封锁。虽然俄海军理论上可以在导弹的射程之外对乌克兰的商船进行拦截，但是由于该款鱼叉导弹射程可以直接攻击到俄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因此也对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构成了反封锁。面对这种对等的打击能力，俄国海军将不敢再封锁乌方港口和海运。此外，就是对于俄罗斯极为重要的克里米亚大桥，之前乌克兰反复威胁要摧毁该桥，不过当时乌方从技术角度看并没有可靠的炸桥能力，因为如果出动飞机轰炸就很难突破俄军的防空网，而一旦部署该款鱼叉导弹，则可以利用其红外成像末制导能力，反复精确地轰炸桥墩，摧毁这座大桥。当然，由于这座桥梁的重要性，乌方并不会轻易攻击，但该款鱼叉导弹却赋予了乌方随时发动轰炸克里米亚大桥的能力，这不得不让俄方有所忌惮。法国2架阵风战机在众目睽睽下相撞，多个部件飞出，差点砸死人。据法新社报道，2002年5月22日，法国2架阵风战斗机在进行飞行表演过程中突然发生意外相撞。事故发生于法国干邑沙托伯纳德地区的法国空军第709基地。据报道，这2架阵风战斗机当时正在进行战术动作表演，而在飞行过程中，2架飞机突然发生了相撞，其中一架阵风战斗机的压翼撞上了另外一架黑色虎纹涂装阵风战斗机的垂尾顶部，将上部的电子战系统天线给削掉了。而掉落的垂尾电子战模块砸进了当地村庄的一处房屋。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房子的主人当时正在外出就餐，所以家中无人，导致危险的事情并未发生。2架阵风战斗机都有一定的损伤，但所幸飞行控制翼面都没有失灵，因此2架战机都得以安全返航。这2架受损的战机是法国空军于2019年组建的 Water Bravo 战术表演队的阵风 C 型单座战机。该团队的演示通常持续10分钟，然而就是这短短的10分钟就惊现意外。军事专家认为，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当时2架飞机在高度和速度上没有配合好，导致2架飞机靠得过近。值得一提的是，被削掉垂尾的阵风战机之所以会有虎纹涂装，是因为发生事故的前2天刚刚参加了在希腊举行的北约猛虎会演习。
该演习是北约国家空军的一种年度集会活动，因参与的飞机都涂饰老虎图案而得名。蒙古会并不是北约官方正式的军事演习，但也不是人们常看到的普通航展，倒可以看作是北约成员国空军之间交流训练和战法的高级内部沙龙。目的是使参加者在不同环境下训练，最大限度地提高北约成员间的互操作性，并分享学习经验。然而，就是这架刚刚参与过高级沙龙的阵风战机，一回国便被另一架未参演的战机给削掉了垂尾。难道是嫉妒心理在作祟？而掉落的垂尾顶端带有电子战模块，也实属是法式浪漫了。一直以来，法国都在武器装备的设计上独树一帜，无论是幻影2000战斗机还是阵风战斗机，其设计都是相当有意思。法国阵风战斗机的电子战模块就设置在飞机的垂直尾翼上，这与目前全球绝大多数战机都不相同。目前美俄两国的电子战模块主要通过翼下挂载的方式进行装备，这种装备方式方便随时取下更换。但是这种固定在垂直尾翼上的非主流设计，对于地勤人员而言就相当麻烦了。不知道达索集团这样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俄军传奇飞行员被击落，被誉为俄版捍卫战士中的汤姆·克鲁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63岁的俄罗斯退休少将卡纳马特·波塔舍夫在乌克兰战场驾驶苏25攻击机执行任务时，被一枚 FIM-92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这位少将飞行员是一名类似于电影《捍卫战士》中汤姆·克鲁斯那样的传奇飞行员，曾经驾驶战斗机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附近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但据相关资料显示，这名飞行员其实在2012年6月就已经退居二线，不再驾驶战机了。当时他驾驶一架苏27UB战斗教练机出现了故障，2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随后他的飞行生涯便正式宣告结束，并在数年后退休。不过显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这位已经63岁的老飞行员又回到了部队，并取得了击落一架战斗机的记录。有媒体表示，他可能被俄罗斯著名的瓦格纳雇佣兵集团雇佣，这个集团雇佣兵中集合了俄军退役的大量精英，并帮助俄军在叙利亚等地作战。此前，美国也指责俄罗斯方面有瓦格纳雇佣兵参战，在顿巴斯的战斗中也出现了数段视频，暗示瓦格纳的飞行员正在为俄罗斯而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丹麦援助乌克兰鱼叉反舰导弹对俄乌战争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